你真的打算继续吗？当然了，判决没下就还没输啊。可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希望了。如果王路泽承担了造假证的罪名，我们适时的退出，或许还能保住声誉和口碑啊。为了个人的利益丢掉客户不管，这样的事务所还开个什么劲儿啊？还有口碑和名誉可言吗？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客户的利益，这才是律师应该做的。如果连这个都丢了，我就不配当律师了。许飞，你给我听着，如果你还想继续在这儿干下去，你就别给我提半途而废的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喂，你好，钱先生。我说你们还能不能帮我打赢这场官司了？啊，如果你们要是对我这个案子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，那我就换律师团队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放心？你让我怎么放心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看在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，我早就跟你们解约了。还有，王律师这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像他呀。您可能也知道，他最近身体情况不太好。现在呢，所有的媒体都说我败局已定。你老实跟我说啊，是不是宋晶晶给你们什么好处了，让你们故意来坑我的？这个您可以放心，我用人格担保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现在是出了一些意外情况，但是我会想办法弥补的。只要我们在终审之前拿到新的证据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翻盘的，请您相信我。好了，我有点激动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尽力就行了，只要能出这口气，不能让他给讹了呀。实在要是不行，给他们点钱也是可以的，毕竟夫妻一场。谢谢您能理解我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那我就全力以赴，随时听候您调遣。请辩护律师发言。请问你和宋晶晶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同学。你和谢辉也是同学吗？是的。你最近一次看到他们两个人是在什么时候？最近一次是在今年的同学聚会上。他们两个人有什么表现吗？他们两个在同学们面前都没有说话，像陌生人一样。不过，我发现他俩偷偷在房间里窃窃私语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肃静。也就是说，宋晶晶和谢辉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们两个关系密切，是吗？是的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我申请传唤我的下一位证人。好。请问，在这个法庭上，有人参加过你带领的旅游团吗？有。请你指认一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个是他们在旅游时候使用的身份牌，对吗？是的。他们都使用了假名。报团时，他们特意强调要用笔名，但确定照片是没有错的，他们是有团里的人。他们当时表现的亲密吗？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是一对情侣，而且住的是同一间客房。审判长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来，辛苦二位了。应该的，干杯。钱先生，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我们还是胜权在握的。我已经看出来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二位了，特别是文律师。上次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的态度有点不好意思。明白，我都理解，你也压力大。那么接下来的终审还得辛苦二位了，特别是文律师。您放心吧，我已经掌握了他们新的证据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
那我们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再干一杯！拜拜。你喝了很多。我没喝多少，我其实喝酒不是我的强项，平时都是王洛泽在外面应酬。把安全带系好。你不是一直都要给我讲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你和你前女友的故事啊。下次吧。又下次，你每次都说下次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说，不说我下车。哎，你真的喝多了，注意安全。你快说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说。算了，反正你喝醉了。他叫朱文书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们考入同一所大学，我读的是心理系，他和你一样，念的法律专业。妈，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自己先睡吧，还等我干啥？睡，我要睡得着啊。每天都看不见你的人，想跟你说个话都没机会。最近的案子很麻烦。你说，你每天都不着家，妈妈一个人，可不可怜呐？你什么时候把你说的那个女孩子带回家里来呀？这不得差不多的时候才能领吗？能八字没一撇就往家领吗？人家也不能来呀。哦，我日盼夜盼的搞了半天，你们八字还没有一撇呀？那咱们家那个情况啊，你跟哪个女孩子说，哪个女孩子都会贴上咱。妈，你就别皇上不急太监急了，快睡觉得了。哦，我是太监。妈，我就是一个比喻。行了，等有一撇了，一定给你领回来。赶快睡吧，累一天了，不和你说了。这我带回房间喝。好，谢谢妈。哦，对了，你赶紧有一撇啊，妈还惦记着呢。知道了。
你看，他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了。我跟你说，肯定是人家文语音那案子胜券在握了，他自己在那偷摸乐呢。哎，你看他那银剑不能移那样，你看。没事啊，哥替你报仇去。陆大师，师哥，你是吃错药了，还是搭错金了？咋地？当初是你求爷爷告奶奶，非要查这个案子，哎，现在放着自己案子不查，给人当私人保镖，你脑子里边想什么呀？哪有想什么啊？我这不就想着警察的责任是保护好公民的人身安全吗？人家需要你保护啊。哎，对了，师哥，我的车今天限行，把你的车借给我用一下，我去接个人。不借。借一下。凭什么？2顿饭？1顿便饭，1顿正餐。吃什么？泰国菜、日本料理。成交。这还不错啊！谢谢师哥。记得加满油啊！哦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不是来报仇的吗？菲菲，哥替你报仇了啊！从精神上到物质上，对敌人以沉痛的打击。哥晚上请你吃饭吧。不请。日本料理。泰国菜。不吃。我听见你俩刚才说什么。就是这儿。画面里这个男的非常可疑，他短时间内上下了电梯很多遍。后来的画面呢？案发前15分钟，他把电梯里的摄像头给损坏了。凌晨5点30分进入车库，8点45分离开。看来这个人很了解文雨英的行程时间。菲菲，再倒回去看一遍。哦。
菲菲。啊。这。啊。在绑匪还没有提出要求之前，文雨云一定是安全的。就怕绑匪没有要求。如果绑匪想害他的话，在电梯里就动手了。我真后悔，当初没有早一点到他家。这不是你的错，现在不是，5年前更不是。队长，你这是在安慰我？我不是在安慰你。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你过多的自责也没有用，这样只会让你心烦意乱，无法集中精神去办案。我们特别小组是一个团队，也不是你一个人能承担得了。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帮你的。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集中精神，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宋晶晶、谢慧，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？您不能去找他。我的官司好不容易要判了，你们现在要是抓了宋晶晶，我官司又得延期，那到时候还会发生什么事儿，谁会知道啊？文雨英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就只关心你自己的案子。找到文雨英的下落，那是你们警察的工作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为了这件案子冒那么大的风险，现在失踪了，很可能被绑架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少给他1分钱律师费了吗？啊，说白了，我跟他仅仅只是一个雇佣关系，你明白吗？你还是人吗？你搞清楚啊，这个案子我也是受害者，啊，我请文律师帮我打赢我的官司，结果我官司还没完就被卷进这个案子里。你以为我一天到晚闲得没事干，陪着你们玩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小洛，裴队长，像这种情况，我是不是可以投诉你们呀？可以。督察室就在楼上，现在你就可以去。先走。放心吧，我会完成好文律师还没有完成的工作。你看看你刚才像什么样子？这样能找到文雨英吗？别忘了你的身份是个警察。我看了，天台上跟你说的话，你一句也没听进去。这个案子，我们已经做得很完美了。哈，陆警官，现在没空跟你招呼。这个简讯是不是你发的？什么短信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。文雨英现在在哪里？他又不是我的律师，我哪知道他去哪儿？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他是不是你们绑架的？谁绑架文雨英的？
你有病吧？别以为你是警察，我们就不敢告你。说你是魔鬼，谁让你投诉的？老大来电话了，说钱是坏人投诉账号，赶紧走吧。陆警官慢走啊！他刚才说文语音被绑架了。真是老天有眼，这就是报应。每张照片里，他都是正脸对准镜头，这完全就是事先准备好的不在场证明。就算人不是他绑架的，他也心里有数，不然不会早做准备。队长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去逮捕谢辉。从现在开始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，谁也不许靠近谢辉。那就晚了。督察室刚打电话来询问你和钱书豪的问题，没过2分钟，宋晶晶的律师又来投诉你。我看你这身警服是不想穿了吧？只要能把文语音救出来，奉献我的生命我都无所畏惧。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是怕不怕的问题吗？用你的生命现在能找到文语音吗？能救他吗？能吗？就是谢辉干的。我想找谢辉。站住！别忘了你当初要留下来的时候，让我答应你的2个条件。徐飞打电话来了，说收到绑匪视频了。走。怎么样？我收到一份奇怪的视频，是今天中午发的。能发现什么线索吗？没有。视频明显的经过了处理，所有的声音都被虚化掉了。单从这个画面上来看的话，没有办法确定文语音现在的位置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一点，目前文语音还是安全的。他的手里拿的是今天的报纸。你能满足歹徒的要求吗？因为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我们是不可能找到凶手的。况且最有嫌疑的2个人都提出了确切的不在场证明，并且拒绝配合。1个晚上，我们是不可能找到文语音的。骆警官，你放心，我们会配合你的工作。徐律师，调查工作是我们警方的事情，你只要专心做好明天的庭审就行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骆子珍，许飞律师的安全交给你了。是。我不用保护，你们不用浪费人手。我想，你们还是集中调查文律师吧。许律师啊，保护你也是我们的责任之一啊。各位，把这个视频送去。好。最近就辛苦陆警官了。别这么说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东西忘拿了，我回去拿一下。陆警官，
你就不用陪我了。不好意思，队长交代的任务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啊，也没关系，反正今天我正好有很多工作在这里。对了，刚才有个人很奇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什么人？哦，可能是隔壁会计公司的人吧，他们经常也是周日在这加班。你就不用陪我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按照绑匪的要求去做的。真的？跟文律师的性命相比，这个案子的输赢并不重要。虽然绑匪是这么说，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绑匪真的就一定会放人。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打赢这场官司，拿到钱。曹司机的事情只是个意外，所以我想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后，他们应该就会放人，因为没必要再背上条人命了。但愿如此。看来你对整个案件还是挺了解的。哦，都是文律师跟我说的。明天的庭审你打算怎么做？要证明钱书豪感情问题在先很容易，在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他就把老底都透给我了，所以根本就不用推翻之前的证据，文律师也不会背上造假证的罪名。但是你确定这样不会影响到你们泽英律师事务所的名声吗？放心吧，我都考虑好了。再说，等文律师平安归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用绑匪的视频来解释呀。宋女士你好，请问你对这场官司由被动转为主动作何感想？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会给出公正的评判。您觉得这场官司您有把握赢吗？对啊，您觉得有把握赢吗，宋女士？小姐，说一下，要时间，发表一下看法，说一下吧，说两句吧。文语音公寓那边，杜建在那儿守着呢，还没有信儿。绑匪那边有消息吗？徐飞说，庭审结束之后，到现在都没收到短信。徐飞人呢？哦，他刚才说到走廊抽根烟去了。钱？什么钱？你先放人。喂，喂，谁的电话？哦，绑匪的电话。绑匪的电话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正在这抽烟，他就突然打过来了。我说我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，但是他们说他们一定要确定消息才能放人。刚才听你电话里好像提到钱。钱？哦，是。我是说，他们不放人，是不是想要钱？哦。啊，我今天公司休息，家里有点事情，我先回去一下。麻烦你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泽英律师事务所。咱俩。把你的笔记本带上。你怎么开得了？啊，我之前来录过指纹。这儿吧。能把电脑密码给破解吗？给我3分钟。你怀疑许飞啊？他让我想起一个人，
同样出身一般，一样有抱负和野心，但是从来不被重用，长期受到轻视和打压。对于宋晶晶和谢辉的案子，他同样具有犯案动机，可是他利用一系列巧妙的安排，给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到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他俩是一伙的？没有宋晶晶的配合，他也不可能成功陷害王路泽，谢辉也可以帮他引起我们的注意。稍等啊。好了。徐飞的邮箱破解了，里面有大量他跟宋晶晶的聊天记录。这就是在徐飞电脑里找到的，能够证明宋晶晶和谢辉关系的全部证据。也有可能是从文语音那儿得到的呢。这个图片文件的形成时间是2个月之前。看来他早就掌握了宋晶晶与谢辉之间的证据。他知道自己拿出这些证据来，最后也会是王路泽的功劳，所以他决定和宋晶晶合作。喏，这是他俩发的最后一封邮件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钱书豪败诉，100万就是你的。如果宋晶晶能够胜诉的话，他从钱书豪那里分到的钱是按亿来算的。杜建，去把宋晶晶和她的律师带回来。我整合了所有他俩的聊天记录。答应。菲菲，把东西给他看一下。这个算证据吗？我们现在怀疑你通过徐飞联系凶手，伤害了王路泽的司机，恐吓王路泽，以及绑架文语音，来达到你胜诉的目的。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离婚案这么简单了，你触犯了我国刑法。菲菲，把拘留证给他看一下。拘留证。现在正式拘捕你。警官，凶杀和绑架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是徐飞先来找我的。我不知道他从哪儿伪造了我有外遇的证据，然后他说他可以帮我打赢官司，但是条件是给他100万。我仔细查看了徐飞的通话记录，那这个号码非常的可疑。他们的通话记录是从2个月以前开始的，而且在王路泽的司机被伤害、公寓遭窃以及文语音被绑架以后，都分别跟徐飞有过通话。你能查出来使用这个电话号码的人是谁吗？不能。当时办理这个号码的时候没有进行实名登记，是那种电话卡里自带了30块钱话费的一次性号码。不过昨天下午有人给这个号码进行过充值，要不咱们去电信营业厅查查看。好。走吧。这个号码是在昨天充值了50块钱。你能查到他是从哪里贩售出去的吗？稍微等一下，我再查一下。他昨天在那个江北路的天福超市购买的。天福超市。江北路的是。对，天福超市。感谢啊。好，不用谢。谢谢。慢走，慢走，他们开车。你好，
我们是分局的。警官有什么事？请问一下，昨天下午有没有人来买一张充值卡，电信50元的？是这张吗？昨天就卖过这一张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你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吗？那个人，他视力不太好，还是让我帮他报的卡号。方字脸，戴个眼镜儿。啊，对了，他还戴了个深灰色的帽子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执勤的交警说，这辆车至少在这停了有2天。车上发现了这个。我已经通知分局了，当地派出所会配合我们进行排查。杜建已经过去了，但周围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有很多的工地、仓库，排查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我们根据照片和画像的对比排查，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。他叫王举，曾经当过兵，有过盗窃和抢劫的前科，曾入狱2年。出狱后，一直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。根据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反映，5个月前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队长，徐飞已经被带到审讯室了。小陆，哎，菲菲，马上提审他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恐吓短信到底是不是你发的？是我发的恐吓信，但我只是让王举在王路泽的车上做手脚，我并没有打算伤害人。曹司机的事情与我无关，都是王举他自作主张干的。文语音现在在哪里？是我将王举绑架的文语音，目的就是庭审之后，我能接手这个案子。恐吓视频也是为了我日后能够翻案。我问你，文语音人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让王举庭审之后就放人，但是他突然找我要钱。他说他玩6合彩输了，尹家卸了他的胳膊腿儿，他妻子跟他离婚了，连孩子都不让他见。他还跟我说，我不给钱，他就不放人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怎么样才能找到王举？我真的联系不到他，他手机都是关机的。我有需要我就短信留言给他，他完事之后就主动联系我。但是，在我跟他说我没钱之后，他就再没联系过我。你到底说不出他人在哪里？陆子正，注意控制你的情绪。你冷静点儿。我觉得徐飞说的都是实话，也许他真的不知道文语音在哪儿。我只是现在有点担心陆子正，他这个状态太反常了。懵懂
终会被战胜。